我很好奇，刚才你站在那儿在想什么？下午公司开会，聊了一个婚庆公司的品牌合作。我是觉得春晓好像不太适合这个合作，因为春晓已经和……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转换一下身份？什么身份啊？不是明智过的。薛总身边可是从来没有缺过女人哦。我算什么身份啊？什么意思？生气啦？真生气啦？你觉得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有时候会有一点点。哦，来电话喽！我没听见。快点接电话，快接！喂，你现在方便去陪米高吗？现在？不好意思啊，原本明天下午在北京的会临时改成明天上午了，所以我现在得去赶飞机。可是米高刚刚在电话里一听说我要走，又哭又闹的，阿姨根本就哄不住，我只好麻烦你好，我知道了。安抚他了。去吧，去陪米高吧。我还有些事儿没忙完，正好上去加个班。别那么辛苦，我先把你送回家。没事儿，我回家也是一个人待着，还不如忙点工作呢。去吧，别让米高等急了。发信息哦。哎。夏小姐在吗？请问夏小姐在吗？哦，这边。夏小姐你好，这是您的晚餐，请拿好。哦，我没有点外卖。我也不清楚。哦。哦，是我的。好。谢谢啊。好。给你点了晚餐，好好吃饭。谢谢。我不介意你跟米高接触，我认为你也不会介意米高加入你们的约会。你知道我们要约会，所以你是故意的。北京的会刚刚又临时取消了，就是这么意外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不介意，但是我介意。怎么？一个6岁的小孩会影响到你们吗？我介意的是你从来没有问过米高是否介意，你只以自己的意愿为中心。
但是你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？给他们父女空间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会让米高自然而然的知道我的存在，自然而然的接受我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我开始有一点点明白薛宇明到底喜欢你什么了。你倒是深谋远虑啊。不过有一点，夏果，你想得这么长远，你有没有问过薛宇明，在他未来的计划里有你的归宿吗？许丽，哎，还有大家，到会议室开个短会。我刚看到夏果已经走了。叫他回来。哦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他电话打不通哎。愣着干嘛？去追啊！他可能下 B3了。啊，行。我真没想到他们俩是这种关系，我当时吓一跳，没敢上去拦。李总，您别怪我呀。喂，雪莉，你给我打电话啦？啊，遗忘叫大家开个短会。你去哪儿了？可是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，很重要吗？那你回去吧，我跟遗忘说一声就好了。行，那你们先开，开完了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转告我一下啊。啊，拜拜。夏果也太能装了。好了，别议论了，开会吧。漂亮。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。有也不去。大家看一下 PPT， 主要是这3个项目，我们调查了一下社会环境。我学会努力享受当下的幸福，可又是不是踩在了危险的边缘呢？生活总是给我们出着一道又一道的难题。夏果，打了你多少电话，怎么才接？怎么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睡得着觉啊？快看微信！我的天哪，他们是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？看他拿项目的速度跟坐了火箭似的，肯定不是刚搞上的。薛总还有个女儿呢，夏果这不小三实锤吗？他们没结婚呢。破坏以梦，破镜重圆，性质同样恶劣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夏果，
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谈话吗？知道。我接受一切处罚。真的替你们感到可惜。你是公司的重点培养对象，李明呢又是掌舵人，可你们却带头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，造成了恶劣影响。陆总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让你们失望了，我辞职。你这是做什么？陆总让你过来谈话，不是让你辞职的。1个小时前，李明刚离开我的办公室，他已经递交了辞呈。什么？他就猜到了你会提出辞职，所以他请我过来找你谈话，希望你能留下来。不行，他是总经理，是公司的核心，这个后果应该由我来承担。他为了保护你，可谓是用心良苦啊。别这副表情嘛，你应该为我高兴的。我辞了职，大把的时间可以陪你，我可以学习美食，我可以出去运动，可以去打打球，多好啊！你让我怎么高兴啊？你这个人真的太坏了，你就是想让我内疚。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，一点都不意外，也不突然。为什么呀？对公司而言，你更重要。对我们而言，我走损失不是更小吗？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总经理这个位置很难做，特别像坐在一个火山口上，要处理很多集团、公司内部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。一旦处理不好，他们就会让我滚蛋。那我为什么不借着这个机会一走了之，很潇洒？那陆董为什么跟我说，你是为了我才辞职的？我当然要考虑你。你跟我不一样，你找工作不容易，你这一路怎么过来的我很清楚。所以综合下来，我离开对我们2个人的未来更有利，好吗？我们结束这个话题。来，吃饭了，宝贝儿，来。啊，香辣土豆丝、虎皮尖椒，还有这道最难做的水煮牛肉。别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我是觉得你现在就算是找个工作也没有那么容易。谁说的？不出3天猎头就会把我的电话打爆。嘚瑟。好啊，如果你要实在过意不去，那你就努力工作，快点升职，然后挣更多的钱，养我。才养不起你。养不起。尝一口，来。怎么样？巴斯蒂亨，巴斯蒂亨，一点都不标准。再来一遍。巴斯蒂亨。巴斯。你这个豆瓣酱过敏的人没有资格吃这道菜，不许吃。巴斯蒂亨。过敏呀。还差一个汤。我拍的了，是吧？知不知道那个视频是你拍的呀？知道又如何，还能把我怎样？薛总为了他辞职，他还好意思下来吃饭？我看呐，薛总对他也就是玩玩而已。你看群里说的嘛，薛总一走了之，就是为了找个借口把他给甩了。你好。好像是这么回事。薛总好。坐。哦，对，我已经不是总经理了，所以以后不要再称呼我薛总。继续吃饭吧，我就是来找我女朋友的。女朋友？你说什么？女朋友？官宣的。你看他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约了一个人，时间还没到，我顺道过来给你送个饭后甜品。
俊啊！哎，爸爸会想死。爸爸，拜拜！圣诞节你要来看我们哟。爸爸这么缺，太可爱了。再抱一下。是不是有点失望？米高并没有舍不得你。有那么一点。你呢？确定不留下来罚站？米高回来这段时间，挺想他的小伙伴的。对于他来说，你就是一个 holiday day。我的确错过了他很多的成长，也谢谢你把米高教得那么好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圣诞节我去看你。看来我真的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你。那我相信你会遇到那个对的人。曾经的我们想拥有很多，我们努力攀爬，抓紧所有。然而回过头却发现，生活原本的样子应该简简单单，一屋二人三餐四季，这是我要的生活。邵总，哎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女朋友辛迪，这位可是大名鼎鼎好味总经理薛总。没有，薛总好，幸会。哎，对了，下周俱乐部聚会你过去吗？我去，我还有一个发言呢。啊，那太好了，到时候咱们见面。好，下周见。那到时候咱们见面聊。好，我们先过去。好，你们慢慢吃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失算了吧，再黑别人也认得出你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今天老是在针对我？因为有办公室禁止恋爱的规定，我们在公司要避嫌。但是周末出来吃饭，我们还要避嫌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恋爱，大大方方的？很难吗？相公，我非常抱歉，我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现在。但是我们的恋情，只要一天在办公室被视为禁忌，我就一天不会去挑战它，因为我们的情感来之不易，我需要保护它。能理解我？能，我理解。